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近期公布了一项材料工程领域的测试结果，他们研发出一种厚度为10纳米的半透明钙钛矿太阳能薄膜。我们可以拿日常办公用的 A4 打印纸作为一个参照标准， A4 纸的厚度大约是10万纳米，这项新材料的厚度仅仅是它的1/1000。如果把这项技术应用在来佛士坊或者滨海湾金融区的商业大楼外部玻璃上，这些高层建筑的立面就可以直接收集太阳光，并将其转化为电能。传统的能源基础设施规划再有严格的空间制约，这项10纳米薄膜技术的研发初衷，就是针对新加坡这种高密度城市形态所面临的能源获取限制。新加坡的地理条件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能源结构。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的公开数据，目前本地大约 95% 的电力供应依赖进口天然气，这些天然气主要通过管道从马来西亚和印尼输入，另外一部分则是通过海运接收的液化天然气。这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链的能源模式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当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动，例如中东地区出现冲突，或者东欧局势紧张时，全球能源市场的定价就会产生剧烈波动。这些价格波动会直接传导到新加坡国内，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增加以及居民家庭电费上涨。为了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新加坡政府制定了2030年绿色建筑总体规划，并推行了 Solar Nova 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大幅度提高本地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目前，建屋发展局已经在全岛多座祖屋的屋顶安装了传统的硅基太阳能板，但是祖屋和工业建筑的屋顶面积是固定的，目前的安装量已经接近了物理空间的上限。在水平扩张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城市规划者只能将目光转向垂直空间。新加坡拥有数量庞大的高层商业建筑和住宅楼，这些建筑的外墙安装了大量的玻璃幕墙，这些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垂直玻璃表面，是目前本地少数还未被完全开发的潜在能源收集区域。南洋理工大学安娜丽莎·布鲁诺副教授主导了这项针对垂直空间能源利用的研究，团队使用的核心材料是钙钛矿。在目前的材料科学界，钙钛矿被视为替代传统硅基材料的主要研究方向。实验室数据显示，钙钛矿的光电转换效率已经达到了 25% 以上。南洋理工大学团队的技术突破在于具体的制造工艺，他们采用热蒸发技术，在受到严格控制的真空操作环境中，对钙钛矿材料进行加热，使其气化后均匀地附着在玻璃基板表面。传统的硅基太阳能板体积庞大且重量较高，最关键的是它们完全不透光，因此无法安装在需要提供自然采光的建筑窗户上。南洋理工大学研发的这层10纳米薄膜具备半透明的物理属性，它允许部分可见光穿透玻璃进入室内，满足办公室的日常照明需求，同时吸收其他波长的光线产生电能。它还具备类似隔热玻璃的功能，能够减少进入室内的热量，从而降低大楼空调系统的电力消耗。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靠近赤道，气候特征是多云，并且频繁出现雷阵雨。传统硅基太阳能板在散射光和阴天环境下的发电效率会大幅度下降。测试结果表明，这种新型钙钛矿薄膜在多云和光线较弱的气象条件下，依然能够维持稳定的光电转换效率，这非常契合本地的实际气象条件。将这种薄膜技术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中，属于建筑一体化光伏的范畴。根据行业内的测算数据，如果中央商业区的一栋标准高层办公楼在其向阳面的玻璃幕墙上全面应用这种半透明发电薄膜，该建筑全年的发电量可以满足大约100套4房式祖屋一整年的电力消耗。目前的城市电网架构主要依赖集中式发电，电力由大士或圣诺哥等工业区的几座大型发电厂集中生产，然后通过输配电网络传输到乌节路
或滨海湾的商业建筑。一旦这项薄膜技术得到普及，城市中的商业大楼和住宅建筑将具备本地发电的能力。这种分布式的能源生产模式可以有效减少电力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并且在用电高峰期降低主干电网的负荷压力。当城市中出现大量具备独立发电能力的建筑节点时，国家电网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会得到提升。如果主发电厂或输电线路发生突发性故障，这些安装了发电玻璃的建筑可以依靠自身产生的电能维持基础照明和电梯等核心系统的运作。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和建设局目前已经实施了绿色建筑标志认证制度。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您的看法。您认为政府是否应该通过修改建筑法规，要求所有新建的商业大楼强制安装这种具备发电功能的玻璃幕墙？从实验室的技术突破到实际的商业化应用，需要满足一系列工程标准和法规要求。新加坡民防部队对建筑外立面材料的防火安全制定了严格的规范。任何计划安装在高层建筑外墙的新型材料，都必须通过标准化的耐高温测试和燃烧测试，以确保该材料在发生火灾时不会加速火势蔓延。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目前已经提交了相关的专利申请，并开始与商业机构探讨合作方案。取得民防部队的安全认证是这项技术进入本地建筑市场必须完成的法定程序。材料的长期耐用性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工程问题。全球范围内有多个团队正在研发钙钛矿技术的商业应用，例如英国的牛津光伏公司。新加坡的气候环境具有常年高温、高湿度以及紫外线辐射强烈的特点。钙钛矿材料本身对水分非常敏感，在潮湿环境中容易发生降解，导致发电效率下降。工程团队需要开发出高度可靠的封装技术，确保这层10纳米的薄膜在长达10年到20年的户外实际使用中，不会出现剥落或性能衰退的情况。完成这些封装技术的研发，以及长期的户外环境测试，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资金和时间成本。新加坡的国家发展历程始终围绕着如何克服自然资源匮乏这一核心议题。我们通过建立海水淡化厂和新生水系统来解决水资源问题。现在科研机构正在通过材料科学的研发来应对能源进口依赖，资助南洋理工大学等本地高校进行前沿技术研究，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研发钙钛矿、太阳能薄膜这样的专有技术，是对本地有限地理空间和高昂能源成本的直接回应。实现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不能仅仅依靠宏观政策的制定，更需要具体的、可量化的技术方案作为支撑，解决这项材料在防火合规性和长期耐候性方面的工程挑战，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您对这项技术商业化时间表的预测。您认为它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实际应用在本地祖屋的窗户上？欢迎订阅本频道，您的订阅将支持我们持续提供客观理性的时事与科技分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